各位朋友，老 A 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把这个美帝国主义的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给扯下来了。我要问你，美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不是美元霸权，不是它全球第一的军事力量，而是美国的低人权优势。那你肯定不同意，那美国那是世界人权的教师爷，动不动说中国那个人权那个人权的，是吧？那美国中国的大 V 坏土豆啊，就精辟的总结了，说美国啊最牛逼最碾压一切的地方就是低人权优势。他们能够承受极低的底线，低到你无法想象，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底线啊！最近的爱泼斯坦文件不是又曝光了一部分吗？就突然想起当年公知诋毁中国的那句话了，现在想起来真是笑死人，说霍金来中国都得站起来敬酒。这就是现实版的经典笑话，完美的复刻了两个农民唠嗑的名场面。你猜皇帝老儿咋享福啊？指定是顿顿吃白馍，干活下地都得用金锄头。这事说白了就是有些人啊，顶多也就用自己那点眼界去臆测世界的黑暗。估计美国人听了都得嗤之以鼻，你们这太没有见识了，就这啊也配叫玩圈子吗？人家美国人玩的才是真正的高端局，他们团建是一起去罗里岛，一起吃过玩过，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这才算是自己人。核心逻辑很简单，靠共同的黑料绑死利益，靠彼此的把柄稳住关系。你要是没上过那座岛，不好意思，你就不算是圈子里的人，你的职业生涯基本上也就到头了。至于他们在岛上吃的啥玩的啥，就算把很多中国人的想象力榨干，你也想不出来。毕竟啊，中国人认知的天花板，人家是用来当地板都嫌高啊，而你所谓的道德底线是他们蹦起来都摸不到的天花板。这次曝光的名单说白了就是冰山一角，一大堆文件都挡了嘛，全世界都在讨论，但中国和外国讨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简直是鸡同鸭讲。中国网友看了气得跳脚，我操，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世界能脏到这个地步吗？而外国人呢，清一色抱着瓜吃得津津有味，纯纯当笑话看，半点愤怒都没有。其实呢，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事儿在美国最后是啥结局？全美国人热火朝天的讨论半个月，热搜挂一段时间，然后该干嘛干嘛，没有一个权贵会真正的受到处罚。唯一倒霉的就是爱泼斯坦本人，他早就被自杀了，死无对证，成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替罪羊。剩下的那些大佬们，该唱歌唱歌，该享乐享乐，没事人一样，头发丝儿人家都不会少一根儿，而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觉得没啥不对的呀。这事儿其实就跟那个马斯克查账那事儿一样，如出一辙。马斯克之前查账一查一个准儿，查出了至少15000亿美元被浪费，说浪费都是给面子了，说白了就是被这帮人给贪污了。结果呢，屁事儿没有啊，没有一个人出来负责，更别说吃牢饭了。就连贪污人的名字都没有一个，最严厉的处罚顶多是让几个人下岗，而他们的搂走的那些钱1分都不用追回来，相当于白捡了个天文数字的便宜呀。马斯克查了好几个月，查得明明白白，全美国3.4亿人天天在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居然愣是没有一个美国人想到，不对呀，这么多钱没了，总得有人负责吧，总得追究责任吧。你就说牛逼不牛逼吧，美国人就不认为要追究责任，折合人民币1万多亿呀。那有人说了，这事儿要放到中国会怎么办呢？你就别说贪污1万多亿了，你就说大街上没了一个高达。金灿荣教授就说了，老 A 说的这些斩杀线如果是在中国发生的话，从上到下这一溜领导全他娘的得蹲监狱去。我们随便讲啊，就是最近很火那个老 A， 那个市规局大王讲的那个斩杀线，对吧？那个大批那个流浪者死亡，
我告诉你，在中国任何的城市里面发生的一个事儿啊，一个流浪汉在桥底下冻死了，首先那个街道委员会得处理，对不对？那个区委书记肯定是，区长肯定是做不了的，那副市长还得下台，这一串呢，多少人那个职务就没有了，知道吧？就是这是我们这里的基本底线，就是我们这个兜底还是，但是我们那个基本道德还是有的，这跟共产党的制度有关，就社会主义有关，也跟中国传统也有关啊，对不对？中国传统就不允许干这个事儿。那个好，现在呢，反正是我们看到了啊，就是美国核心圈啊，就真正的核心圈，那个是这么一群人，他不是人呐，是魔鬼啊，这个，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人们期待就是有什么机制能够惩罚他，并且有什么机制能够约束未来的精英不要干这些，对不对？你犯了错得纠正啊。其实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公司、任何国家啊、任何地区犯错问题不大，当然要尽量少犯错啊。但是不犯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关键是纠错嘛，对不对？只要有纠错机制存在，它就有希望。但如果出现了爱因斯坦案啊这么大的案子，但是没有纠错机制，那我想呢，无论是美国人还是美国以外的人，那对这个制度的失望那就是深水湖底呀，对不对？这来讲，反正这个事儿啊，对美国是个挑战啊。那个，反正我目前看不到什么机制，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掩饰，对不对？那个人家那个格莱美那个几个喜剧演员嘲讽他要起诉人家，对吧？然后那个在外面就是准备揍人呗，就通过打仗来掩盖这个事儿嘛，然后就相互指责嘛，对不对？你说我干的，说你干的比我多，这是这么一个逻辑。老师，我插播一下，刚刚有最新消息说克林顿夫妇同意要全面配合调查，这代表是一个好的讯号吗？还是说最终仍旧没有办法对这些关键人物再继续追责下去呢？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有种种的听证制度，对吧？听证制度可以把很多事情细节搞得很细啊。克林顿哪一天去摸了几个人，摸了几下，他给你搞得很清楚啊。但是你注意看啊，最后对解决问题一点都没有，对吧？就他就用这一套细节化的那个表演来取代实质性的。它是更高级的一个表演，让老百姓看得很爽，或者看了后睡觉了啊，就过去了，就是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知道吧？这是就是他西方这个治理的一个方式吧，是吧？用表演代替实质的动作。这个因为人性呢，其实也很脆弱的，很多人呢就是受过大学教育，本质上也是青春期少女啊，那个回头一笑啊，什么给个小礼物啊，就过去了，知道吧？那个绝大部分那个老百姓呢，他在讲啊，没有我们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有政治觉悟。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大陆从初中开始学思想教育吧，知道吧？就政治觉悟而已，我们政治觉悟不与伦比，知道吧？虽然中国有一帮公知啊，一帮知识分子读了一点书被西化了，他们反倒那个弱智了，但是中国正常老百姓的思维水平是非常高的。我们中国网民把那个青年人分4个等级嘛，科学青年最高啊，普通青年是第2个，文艺青年是第3的，知道吧？第4叫二傻子青年，西方青年，绝大部分都属于二傻子青年，知道吧？他们最高级就是文艺青年，绝大部分是2档次。中国老百姓天生就是第2档次的，知道吧？还有很多都是第1档次的啊。那个，所以他那些游戏大概中国人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生活在美国内部啊，很难看清楚。所以我的直觉啊，我现在因为事情还在发展，没有最后结论，我的直觉呢，就是大概率是地方精神这个表演，对吧？搞几个听证啊，无数的细节给你那个重复一下。那个让你听见津津有味，睡着了，哇，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个肯定是没有结论，是吧？最后是没有结论。对，这种悲剧应该继续存在。什么时候它要彻底解决呢？那还等到全世界得等到中国。这个，因为我以前都讲过，对不对？近代啊，那个西方因为很特殊的机缘，掌握了工业文明嘛。那么工业文明比农业文明效率高很多的。工业打农业啊，叫匠可以打第4、5个打啊。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工业化成功，然后操纵了全人类的资源，那个然后就可以把自己塑造得很好，对不对？但是现在呢，随着中国起来啊，他们的资源开始捉襟见肘，然后就开始各种危机就出来了。等到我们中国啊碾压整个西方，我告诉你，它里面的问题全暴露了，知道吧？爱因斯坦大瓜只是一个瓜，以后还有瓜呢。但这个世界还是物理构成的，要击败西方，本质上还是靠物理的。精神有点作用，就像包括我们的舆论讨论有点作用，但是作用很边缘的，是吧？主要还是物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嘛。
这个是马克思讲的，那个最终还是靠那个物理啊，物理呢，全世界啊，唯一能够击败西方就我们中国，这一点一定会到来，就是时间问题，知道吧？那个也不会很快。那么等到我们这个物理啊，那个全面超过它这个内在的好多毛病都出来了，到那个时候，在美国内部才会有真正的力量，来真正这种爱因斯坦悲剧啊，或罗利岛悲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其实啊，早看明白了，美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制度优势，强大到离谱。所有美国人都知道，美军一直花$2000去采购一个普通的咖啡杯，花$600万美军去买山羊，却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对，仿佛这就是天经地义。川普更直接，公开的在社交平台上搂钱，还大摇大摆的说我们的小伙伴都挣钱了，这个挣了多少，那个挣了多少，人家都不藏着掖着。为啥呢？因为人家觉得这就是他该得的好处，不然我费那么大劲儿当总统干嘛呀？难道真为美国人民服务啊？别开玩笑了，你他妈脑子有病吗？再回头看看爱泼斯坦名单这事儿，中国人气得肝疼，替那些受害者打抱不平，而美国人呢，兴高采烈的吃着瓜，讨论着哪个权贵上了岛，哪个名人又翻车了，没有一个人去操心那些被伤害的人，两边关注的点根本他就不在一个频道上。这就是美国最牛逼、最碾压一切的地方，第一人权的优势，他们能够承受极低的底线，低到你无法想象，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底线。你生活在鸟语花香的花园里边，平时连一点垃圾都见不得，偶尔看到一坨屎你就觉得快崩溃了，没法接受。而有些人呢，天天生活在粪坑里，某天在粪坑里找到一个虾球，吃到嘴里都觉得香的不行，还得吧嗒吧嗒嘴儿炫耀自己吃到好东西了。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区别。中国有人吃宵夜被打了，全国人民都愤怒的声讨了1个月，然后最后一定要讨个公道。而美国呢，每年强奸死几万人，跟没事人一样，没人在意，没人愤怒，甚至连新闻都上不了几天的热搜。你就说美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比钢铁还硬？到处都是瘾君子、流浪汉，各大城市的街头跟丧尸围城一样，美国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国会山被人闯了，到处都是零元购，美国人非但不生气，还欢天喜地的跟过大年一样，拍视频发朋友圈，热闹的很呢。换作是你能过这种日子吗？你的承受力我敢说连美国人的1%都没有，所以当年疫情来了，美国敢直接选择裸奔，爱咋地咋地，人家根本不在乎死人多少，也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你敢这么干吗？川普最牛逼的地方就是他敢比烂，敢破罐子破摔，他就敢跟你打关税战、贸易战，拼着自己损失1万也要让你损失100，因为他认为就算自己损失了100万也无所谓，他赌的就是你承受不了损失100万的代价，赌的就是让你先妥协。所以说美国的承受能力真是强到离谱啊！你觉得天大的事儿，在他们眼里就是屁大点事儿，翻不起一点浪花。有人问，为啥没有人颜色革命美国呢？就这德行还严格个屁呀！你费劲巴拉的收集资料，指责美国官员贪污，别忙活了，马斯克已经替你干了6个月，厚厚的一沓子材料查得明明白白，连细节都标出来了。结果呢？你想证明美国没有人权，别费劲了，人家 SE 当街杀人都不藏着掖着，明目张胆，视频传的到处都是，人家也不在乎，该干嘛干嘛。人家美国为啥不怕这些？认为人家根本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儿。都说了，你认为的底线是他们触碰不到的天花板。所以啊，别傻了，你想指责美国黑暗，想骂美国龌龊，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人家本来就身处烂泥里，本来就一直在烂泥里打滚，你骂他脏，他还觉得你矫情，觉得你没见过世面。这就是美国最碾压一切的优势，底线低到没有底线，承受力强到没有上限，烂的理所当然，脏的理直气壮。你跟他比好，他比不过；你跟他比烂，你根本没得比。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